我们把草莓的走茎轻轻的固定在这个基质的表面，它的根系就会慢慢的往下扎，看到没？这个就是已经放了几天之后它生出来的新根。当你的草莓苗一条一条的走茎出来之后，我们该怎么去接走茎呢？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引插的方法啊。引插的方法就是从母苗这儿抽生一条一条的匍匐茎，我们给它经过牵引啊，很形象啊。经过牵引之后，用这样的小育苗钵，就是用我们的小气方来接新出生的匍匐茎。我们的匍匐茎什么时候可以往这里面固定呢？一定要看到啊，这个下面有这样的小不定根生成。你看这个下面是就刚刚出来一点点。这个就不太建议现在就放匍匐茎的底部，这就是匍匐茎的底部。刚开始出来的这个，好多朋友说我的草莓出匍匐茎了，你看我怎么去固定它？你把这样的还没有展开叶子的匍匐茎尖，你给它固定在这里面，它肯定会沤烂的，变成黑色的。当我们的匍匐茎展开了这样1到2片叶子，然后它的底部呢有这样的小白色凸起，当然我这个根特别好看，是因为连续几天在下雨，它已经出来的这样一个比较长的气生根。一般来说，它出现的气生根应该是比较圆润的凸点，像连续下雨天出来这样的匍匐茎的根是非常棒的啊。它已经具备了引插固定的条件之后，我们就拿一个小容器把它给引插了。这是我们已经放好基质的小气方。那我们在引插接匍匐茎之前，需要把这个基质给充分的湿润，这样才能让底部更快速的生根。我们用这样一个小固定的叉子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可以拿区别针啊、树枝啊、一屑等等啊。但是如果是金属的话，它容易吸热，会烫伤这个匍匐茎。那么我们这个底部已经有了这样明显的小白根，它会非常容易的扎根，特别是在最近连续的阴雨天，空气湿度比较大的时候，它的生根速度是比较快的。因为底部已经有这么长的白色气生根了，我们在基质的表面轻轻的扒拉出来一个小坑，把它给放上去。把它给放上去之后，用这样的小叉子给它固定在基质上面，让根系跟基质有一个稍微的接触，千万不要给它压得特别深。我可以给你们做个错误的示范啊，你压得这么深，你觉得是固定好了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的生长点已经被基质周围给埋住了。你在浇水的时候，特别是长期高湿的时候，我们的生长点一直会闷在水里面，这样会导致生长点被闷烂、烂腥，就会让你这一次接匍匐茎失败。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育苗的叉子啊，轻轻的把它固定在基质的表面，根系在下面湿润的时候会越扎越深的。这个是我们固定在中间，可能看起来比较好看。那么现在有相对比较专业的啊，包括我们会把这个匍匐茎呢固定在这边上。为什么固定在边上呢？这是一个小妙招啊，很多人他不知道，也不知道原理。固定在边上有2个好处，一个是因为这个盆壁和这个基质中间会有缝隙，根系会更加容易的顺着这个缝隙往下扎。第二种情况，如果在中间的话，它很容易就缠绕着长了。那在这儿，从这个地方到这边，它是有一定距离的，所以根系从这儿长到这儿，从这儿长到这儿，它不那么容易产生缠绕的根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关于引插的方法给大家的一个小分享啊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长条盆啊，已经是第2年的老苗了啊。虽然我们能看到这个茎基部已经比较长，然后有一些老叶子在这儿，但是你看它们发的走茎的量也并不是很少，他们发的匍匐茎也比较健康。从这一点上，我们说的是，并不是说几年的苗、多长时间的苗就不能发匍匐茎，但凡苗子是健康的都可以。现在这个叶片稍微有点发黄绿色，就是因为最近几天一直在连续的阴雨，没有光照啊，还有就是没有怎么去施肥，这是它的一个表现。好了，如果喜欢草莓，如果喜欢种草莓，请关注跟草莓死磕到底的手艺人飞宇。今天的视频暂时就到这里。